有些人的什么头痛不舒服，也有可能是因为肩颈过于紧绷。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条肌肉。来，大家晚安。好，我们这个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个主题那各位上班族大家可以一起学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跟上班族比较有关系了。那这个刚好最近快过农历年，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着过年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去做一些这个练习，让自己农历年可以好好的这个复原一下身体然后再面对未来的工作好，那在座的同学就麻烦帮我把中间这2排灯关一下，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对，我们来看一下。OK， 这样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好，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上班族大家其实在座应该蛮多同学也是属于用电脑族嘛。那用电脑族的话，其实你们应该就会发现，你们常常在上班的时候用电脑，可能一开始是什么做得好好的去用电脑，可是随着你用电脑的时间越做越长，你的头颈姿势会变成怎么样？有注意过吗？自己有没有注意过？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这样子就会变成这种很奇怪的一个体态。其实不是只有你们，包括我在用电脑，尤其是长时间用电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那这种姿态叫做什么这种其实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前倾头那叫做前倾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的体态正确的体态应该是像这样子。我们呢侧面去看自己身体的时候呢，铅垂线下来，通过耳垂跟前肩这是正确的体态好，可是呢，现在人因为什么？3C 用很多，不管是你的什么手机电脑用的很多，所以造成有可能会慢慢的体态变成前倾头的姿势。那前倾头的姿势就是像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一条铅垂线下来，它变成是什么？耳垂超过前肩这叫前倾头，在英文叫做 forward head。好，那这种体态非常的不好，因为它会给我们的什么肩颈一个过多的压力。好，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教大家拉筋的部分，所以我今天就不去特别解释那个肩颈压力的部分。好，那这个姿态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当然，第一个，你的姿势本来真的是就会变得很不好看嘛，尤其侧身去看的时候。那其实，在过往前倾头可能比较是发生在高龄的族群，譬如说，老人家他们可能因为驼背，然后伴随着前倾头。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因为年轻人3C 用很多电脑、手机用的非常多，那长时间下来体态不好，所以慢慢，他也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体态的习惯。那这个很不好，很不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说是正确的体态正确的体态它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一条肌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深红色的这一条肌肉，这条肌肉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名字，叫做胸锁乳突肌。那它的名字其实是因为跟它的连接点有关它是因为它是在这边是胸骨锁骨的位置，然后连接到我们头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乳突的这个点胸锁乳突肌。好，那这条肌肉呢，在我们标准姿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斜度是这样来，但是如果你今天变成前倾头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胸锁乳突肌跟刚刚看起来一样还是不一样在座的同学，你们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好，它其实会变成2个不一样，因为当你体态改变之后，你的胸锁乳突肌第一个是什么？你看它的这个斜度比较斜，但是这个胸锁乳突肌，因为你前倾头，所以它的斜度变得比较没那么斜了，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是什么？你如果仔细看这个长度比较长，但是如果你变成前倾头之后，这个长度就缩短，因为你头往前挪的关系，它就缩短。那如果你一直把你的身体摆在这样错误的位置，这条胸锁乳突肌它就会一直呈现在一个这样子比较短缩的状态，所以它也会变得比较紧绷。那就很容易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的问题咯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哪些不舒服的状况好，你可以看到在图片里面大家这个仔细去看一下
在这边有画叉叉叉叉叉叉的地方，有没有？这些就是这一条胸锁乳突肌它会疼痛不舒服的地方。好，你也可以看到这边有画叉叉叉叉，好，表示在这一条肌肉上，第一个它就有可能会觉得紧绷、疼痛不舒服。好，再来第二个是什么？你仔细看身上有其他红色点点的区块哦，这些都是我们胸锁乳突肌如果在紧绷状况，有可能不舒服的疼痛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包括我们什么眉毛上方这个区块，然后我们的太阳穴，甚至于是我们的什么咬合关节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也会不舒服，或者是下巴这个区块，甚至于是什么后脑勺这个地方。好，所以其实有些人的什么头痛不舒服，也有可能是因为肩颈过于紧绷，肩颈的肌肉过于紧绷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条肌肉，不要让它是紧绷的状态，因为它如果一旦紧绷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你在图片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些的疼痛点不舒服。那如果你刚好是一个长期使用电脑的上班族，那你自己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在你的疼痛不舒服里面有没有这些点 ，OK？ 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拉筋的动作，让你自己在上班，让你自己在上班之后，长期用电脑之后，可以做一个放松的一个效益。好，那现在就麻烦帮我把电灯打开来一下，带大家做一下。麻烦帮我把电灯打开。好，感谢同学们。好，那同学现在请你们大家坐着，然后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先固定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肩膀。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拉我们的，这是你们的右边，我们先来拉右边。好，那现在请大家先坐正，好，椅子坐一半，椅子坐一半，椅子坐一半就好。好，先一样收腹挺胸坐正之后，下巴轻轻点一下，不要变成抬下巴，下巴轻轻点一下收回来，然后把这一只左手去抓着你的椅子边缘，因为我们坐椅子嘛，然后抓着那个椅子圆的地方。好，如果你觉得抓椅子圆你不习惯的同学，你也可以什么手背在后面，这个目的都是为了要固定我们的这个肩关节，不然你等一下等一下拉筋的时候位置就会跑掉。好。对不起，差一下，我修正一下，我刚刚是说要拉右边，所以要固定右肩关节。修正一下，我们拉右边，所以固定右肩，好，所以右手抓住椅子边缘，好，抓好之后呢，现在请你保持挺胸的位置，跟着我的步骤做，现在第一个是偏头到对侧，所以偏到左边。好，在这个角度之下，请你抬头，好，这个位置不要动我们是偏头又抬头咯。好，这个位置之下，转头看右边，好，所以偏头抬头，转头看右边。好，这时候你应该会发现到这一条肌肉，这边这条肌肉会紧紧绷绷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才把手轻轻的压上去，然后开始数秒数。001、002、003，这样数才不会太快了。不然如果你数1、2、3、4都会数很快。好，然后我们慢慢的数到011、015，好，那最多你可以数到030，然后放下来什么？休息。好，这是右边。那同学你自己可以两边比较一下哪边比较紧好，那我们现在要换伸展左边。好，伸展左边的方式是这样，一样，我们先把肩膀固定。好，肩膀固定的目的是为了不要你一边拉它一边跑，所以抓好你的椅子圆。那像我因为现在站着，所以我的手就可以背在后面，背在后面，让自己固定好肩关节。好，现在偏头偏到对侧，其实它的口诀我现在开始了，已经在讲口诀，偏到对侧，加抬头，好，加转头看同侧，因为现在拉左边，所以这个位置直接转看左侧。摆好位置才加手，然后开始数秒，001、002、003，这样数到015，然后再继续数到030，好，最多到030你就可以放掉休息一下，再换下一边。那这个拉筋非常建议上班族最好常常拉，最好常常拉。
好，那拉完之后，我非常建议大家再做一个动作哈，什么动作呢？因为上班族哈，你们在上那个就是工作的时候啊，常常我刚刚讲用电脑用久会变成这种体态嘛。哦，那这种体态其实后面这边哈，这个颈部的后颈的肌肉也会变得比较短缩，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哈，除了刚刚这个拉筋动作之外，你再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来，一样收腹挺胸，人长高。好，现在请你轻轻的点一下头。好，轻轻的点头，点头把下巴收回来之后，有没有？一定要先点头哦。好，没有先点头，下巴收回来会拉不到那个哈。好，点头之后，请你做什么？请你做往后这个下巴往后拉的动作。好，下巴往后反复，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他们不是有些舞蹈会这样，有没有？好，这样往后带的那种动作。好，这样子去做，让你这个后颈的肌肉也可以去做一个伸展。刚刚这两个动作。你反复做的话，后颈跟我们的胸锁乳突肌都会被放松到。那我是非常建议你上班的时候，如果是属于长期用电脑的同学哈，你在睡觉前，就洗完澡，我通常都会比较建议洗完澡做，因为洗完澡呢，刚好那个热气热热的帮你放松过你的肩颈肌肉之后，然后你再去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帮助后颈。然后做伸展，帮助你的胸锁乳突肌拉筋，那这样子其实你一天的疲劳相对颈部的疲劳也会被你放松掉，所以大家记得回去好好的再把这些动作反复做，那两边就可以各拉3到5次嘛。那后颈这个动作你可以反复做个10到20下都没有问题，去放松拉筋一下。那甚至你在做完拉筋之后，其实你甚至有可能会觉得这些颈部肌肉好像变得有一点微酸感，这是正确的哦，这是正确。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睡前做，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在工作中做，然后做完之后你又觉得肌肉有点微酸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洗完澡拉筋睡觉，这样刚刚好，帮助你这个放松你整天工作下来的颈部肌肉。OK。好，来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什么疑问？好，请说。这个往前的时候，下巴是往下还是有点抓？其实它就是水平的位置出去而已，它也不用特别往下。但是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刚刚同学在问的是，如果这个动作往后拉紧这个动作，往后拉紧这个动作，我们只要记得一开始做的时候要点头收回下巴。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电脑用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点后颈因为紧绷，所以会有一点微抬下巴，所以我们点头其实是为了先回正颈椎，然后往后带的时候有没有？往后带回来只是放到就是放到放松的位置就好，你不用刻意再往前推，懂意思吗？我们是故意往后拉，然后放松，但是你不用故意往后又往前，不需要这样。我们是往后拉放回正的位置，往后拉放回正的位置，这样子做而已，这样知道 ？OK，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疑问的？好，那就请在场的同学，还有在线上的同学，大家都可以再反复去练习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肩颈的主题就先讲到这边了，好，那这个线上同学就拜拜了，我们教室要继续上课了，拜拜。